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我们接着要继续讲我在 WSOP 期间参加的2000买入锦标赛第3集的手牌讲解。那我们在第一天最后面的2手牌呢，跟大家讲发生了什么状况。首先呢，是在这个3000、5000的盲注级别呢，发生了一个翻牌前 all in 的状况，但是这一手牌比较特别一点。什么状况呢？9人桌的 UTG 加1是一个短筹码，直接 all in 17000，大约是3点多个大盲的 all in。那这时候呢，另外一个对手在 hijack 位，他有20万的筹码量，他很快的选择了跟注。那这个时候呢，到我在 bottom 位，我大约有97000的筹码量，拿到了 A10方块。那我们就有一个决策要做。首先我要猜一下这个 UTG 加1 all in 的范围，我认为会是非常宽啊。如果它是 UTG 的话，我认为不到5个大盲可能会是接近100%的范围。那 UTG 加1的话，它理论上还可以再等一手，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会弃掉一些最底端的20%或30%的范围，也就是说，我认为它 all in 的频率可能会是一个60%、70%左右。那根据这样子的范围呢，我认为 hijack 位可以跟注的手牌，可能至少要25%左右，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代表的意思是，所有的同花 A 可能要 A7、A8 不同花，所有的对子同花 K 的话，可能要是 K6、K7 以上，然后2张同花10、同花9以上的牌算是合理。所以严格来说，我认为 hijack 位的范围会是这么宽的时候呢，我们的 A10就绝对不会弃牌。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如果说他今天很快的跟注，代表说他的手牌是不够强去考虑加注。就你要想如果你是他，你拿到了 AK、AA、KK、QQ、JJ， 你会很快的跟注吗？可能不会，你可能会想一下，你是不是要再加注隔离后面的对手？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要很快的跟注的情况下，我来猜我认为就是一个很明确不能够考虑加注的手牌。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一群的范围可能是比较后段，也就是扣掉了一对10以上的对子，或者是 AK、AQ，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刚刚讲的这些比较强的手牌会考虑再加注。根据这样子的范围呢，我们的 A10绝对是大幅领先压制对手的范围。那我们就是2个决策，我们可以跟注，我们也可以 all in， 差别就是我们如果跟注了翻牌后决定要怎么打。那我觉得这个当下其实很奇怪的是，因为第一个我们的筹码量其实也不多，我们不到20个大盲，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筹码量多一点的话，我可能考虑跟注。原因是因为筹码量越多，我们位置的优势会更明显，那要升筹码的情况下才看得出来嘛。如果说换个情况来讲，如果我们今天只有10个大盲，那当然就是 all in 嘛。所以今天筹码量越少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希望翻牌前就结束了，所以我当下就决定直接 all in， 简单。这个时候呢 hijack 玩家他很快就弃牌，不意外，所以就是一个单挑的状况。这时候看牌 UTG 加1的玩家是一对 J， 翻牌是2、5、7， 2张红桃1张方块，转牌方块4，非常好，我们就多了这个同花听牌跟卡顺跟高牌很多 outs。合牌来了一张梅花 A， 非常好的合牌，让我们在这个合牌击中的一个 A 淘汰了这个短筹码的对手。第2天的赛事开始的盲注级别呢是在3000、6000，记录的第一手牌呢也是一个还蛮精彩的手牌。low 价位的玩家有19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12000。那我在 bottom 位，我有206000，我拿到了1对9，选择跟注。这一手牌比较特别一点是，小盲位的玩家他是不在位置上，所以理论上我认为 low 价位的玩家他可以稍微放宽一点点的范围，因为5位玩家变成是只剩下4位玩家了嘛，我觉得是一个小细节，有一点点的差别。那我们1对9，我认为会是一个高频率的跟注所以呢没问题翻牌是388彩虹面1张红桃，这个时候底池39000。翻牌前加注的玩家 low 价位选择了过牌，那我认为我在这个翻牌我会不会过牌1对9？我觉得可能会，但是以整体的范围来说，我认为大部分的手队应该都会下注，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太希望过牌之后看到一些高牌嘛。但我认为对上一个比较厉害的对手，如果我们要保护我们整体的范围，我认为过牌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策略。不管怎么样，当下我选择了下注，那我选择了2万，半个底池的下注稍微合理一点，原因是因为我们2位玩家筹码量算是蛮多的超过30个大盲，我不希望便宜下注一个1/3，让他很多的 S high K high 选择跟注，那我觉得太简单，所以呢我选择下注2万这个时候呢 low 价位的玩家他没有跟注，他选择了加注。
注到5万，那我就有一个决策要做。我认为这手牌这个玩家在一个很多听牌的牌面下加注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考虑，譬如说再加注，甚至是 all in。但我认为388彩虹面一张红桃，当然它会有一些随机的，比如说后门花、后门顺带2个高牌，但我认为以整体的范围来说，这种手牌的组合还是比较少。那我觉得比较多的会是一些10以上的对子，至少我自己去看，我会比较多这样子的对子。所以少部分的炸虎或者是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对子，那我觉得对上这样子的范围呢，我认为再加速是没有道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能够赢到它的价值的手牌呢，就是希望它继续炸虎，这是这手牌跟注唯一的好处。所以我选择了跟注，希望它可以再炸虎。当然他不炸虎，我也蛮开心的哦。转牌来了一张红桃2，这个时候呢多了一个同花听牌的机会，底池13万9千。low 价位的玩家选择了持续下注5万，他下注5万，后面剩8万。那我觉得这个下注尺寸蛮有意思的哦，因为说实话，我觉得还蛮难的。如果说以放在电脑预测策略的话，我在猜电脑应该会告诉你就是 all in 啊。这边你要再跟合牌，基本上你也没有什么牌可以弃，然后跟注没有太多的好处。那我当下呢，没有说我的决策会一定比电脑好，但我当下是选择了跟注再看一个合牌。这个时候合牌来一张，我觉得是最糟的牌梅花 A， 然后底池23万9千。这个时候呢，不意外low 价位的玩家 all in 8万，我们就只赢炸虎嘛，那我们就输了。它到底有什么炸虎？我觉得比较符合逻辑的，可能是一些同花 A， 甚至是一些 A4、A5、A2 同花，在这种后门花、后门顺如果说是高牌的话，也是一些 A4、AJ、AQ 同花。当然，它也会有一些什么 KQ、KJ、QJ 同花，就是转牌有2张红桃，然后合牌没中开 A 炸虎。10以上的对子合牌会不会 all in？我不知道。但以整体来说，我们到底赢什么炸虎我还想不出来真的很少。讲过头来就是这个合牌它真的是炸虎也都中，所以我就很遗憾的弃牌我们就损失了一个蛮大的底池。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至今我赢得超过1.4亿台币的奖金，获得过2条 WSOP 冠军金手链，更荣获 GPI 亚洲第1的头衔。我在这10年的锦标赛经验中发现，最明显能区分一位玩家厉害与否的要素，就是翻牌前的策略。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课程，像职业玩家一样，做出完美的翻牌前决策吧。好，下一手牌呢是一样3000、6000的盲注级别，是一个8人桌的状况。UTG 的玩家呢有10万6千，他是一个职业玩家，他选择加注到1万5千。这个时候呢，我在大盲位，我只剩下9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7 梅花。那我觉得 A7 梅花对上 UTG 的 race 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不会有其他的选项。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翻牌 AQ10 2张方块，底池3万9千。这时候我们选择过盘，对手选择持续下注9千，我们当然是一个很明确的顶对跟注。转牌的那一张不是很好的牌，有一张 K 代表说一张 J 就成顺的情况下，底池5万7千，我过牌，他也过牌，合牌来了一张方块6，变成是3张方块在台面上，并且一张 J 就成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又选择过牌，对手选择了一个下注3万5千，底池5万7下注3万5。那我想了一下，我真的觉得没办法跟注。我觉得我要有顺子我会跟注，有同花我会加注。如果我真的要抓炸虎的话，我可能会抓2对我觉得今天如果合牌 A6 中2对，那我可能会考虑跟注，原因就是因为我还随机赢一些。他如果觉得我在大盲位的范围里面不会有顺子跟同花我的范围大部分都不会有这么宽的范围。他如果2对可以价值下注，那我就觉得我的2对必须要跟注来抵抗他的范围。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他会价值下注，譬如说 KQ 的话，那我觉得我 A7 合牌 A6 当然要跟注。所以我觉得1对 A 的手牌，或者是任何1对的手牌，在这个情况下不会考虑抓炸虎尤其是对上大尺寸的下注，尤其是对方在 UTG 的前位。那我唯一想象到的炸虎可能就是22到55这种手对电脑的逻辑就是没有摊牌价值必须炸虎。但我觉得以整体的玩家来讲这还是一个比较少概率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对于弃牌呢是相当的满意所以我选择了弃牌。最后一手牌呢，一样我们逃不过3000、6000的盲注级别。最后一手牌直接给你爆雷，我在 high 价位我有7万6千大概是13个大盲不到拿到了 A10 黑桃，我选择了直接 all in。我觉得如果是14个大盲以上应该是不会那我认为12个大盲以内的话可以考虑直接 all in，尤其是 A10 同花all in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呢 CO 位的玩家他有13万的筹码量，他也 all in。然后2位玩家摊牌 ，CO 位的玩家
家是 AK， 然后我是 A10同花，我们就淘汰出局。那我的名次呢是297名，但是前圈是295名。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差2个就进入到前圈，玩家可能看到这边就会讲说啊，你就 A10弃牌，对不对？等个前圈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不对？那我觉得很明确的就是第一个就是 A10同花在中后卫、high draw位，就算考虑到 ICM，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明确的正 EV 的 OE。在这边的范围呢，可能正筹码期望值会推到很多的同花 A， 但是如果我今天拿到 A8 同花以下，我非常有可能考虑到 ICM 会直接弃牌，也就是说 ICM 策略不是叫你无脑的，就是我等前圈，所以我什么牌都不玩了，我只玩 AA， 这是一个明确的错误啊。因为 ICM 还要考虑到的就是，你只要把你的风险算进去，只要是正 EV 的手牌，它就是正 EV 嘛，很明确的就是 A10同花就绝对落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呢，这把牌出局了之后呢，我们很精彩啊，这么多手牌活到第2天还不错的一个筹码量，但是我们并没有进入到前圈，但我觉得以整体的表现来说，我们有进入的手牌有蛮大的底池，我们整体的表现呢都相当的满意。以上就是这一次2000买入锦标赛第3集的手牌讲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如果说你对于这支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如果说你想要投稿手牌问我手牌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DC 手牌投稿区。我是小 P，拜拜。